欢迎来到我们的 QVM 奢华美妆香水频道。欢迎 Podcast 的朋友跟 YouTube 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跟收看哦。今天特别来宾请到陈平老师还有 Cindy 来帮我们介绍这一支香水。大家好，大家好。嗨，这一支叫做什么？这个牌子是 Jovoy，Jovoy， Jovoy， 对，法文。老师对这牌子熟不熟？有收过几支，有收过几支？对，当然我今天这支没有，这支好像是去年推出的新香，还没有闻过。21管道街，管道街，对，管道街21号。好，那我们赶快先来试试看，好不好？好，讲错了，不是去年，几年前，已经几年了，对不对？OK， 没问题。喂，这个容量蛮大的。对啊。这个牌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家的持香跟扩香都还蛮夸张的。哦，真的吗？对。有闻到很舒服的味道，香橼的味道。清新啊，前面很舒服，很舒爽。绿色叶子，有没有？就跟它的色泽一样，有一点绿中偏黄。对不对 ？OK， 好，来前面闻到了些什么？老师，它让我闻到了那种很像你在那种乡下地方。我直接讲我直接出现的画面好了。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天堂的颜色》。没听过。它是一部伊朗电影。然后里面呢，为什么讲天堂的颜色？是因为那个小男生他从小就眼睛就看不到，是一个就视障的一个小孩子。对。那他从小在那个乡村长大，然后他爸爸会带着他去到在家乡附近，树林啊、城那些一些自然景物里面，然后去探索、去摸索。然后他曾经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小男孩摸的那个应该是麦田吧？对，伊朗他们好像没有种稻米，我忘记了，不是很清楚。但我记得他那片田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那你知道，他们不像那种欧洲靠近欧洲，伊朗或靠近欧洲、中东，他们的气候是很干爽的。然后那种秋高气爽的季节的时候，你在那种下午的时候，你走在那个漫步在那个已经长满了金黄色的那个麦田，对，他的手这样伸过去，去感受呢。他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他是用那个气味、用触觉去感受那整片稻田、那麦田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画面，因为他用有一点慢动作的呈现，让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它里面因为小男孩没有讲任何话。那段剧情他没有讲任何话，可是你会感觉到他是用他的视觉，用他的触觉，在感受这个秋高气爽的氛围。然后我闻到的就是他的那种芳香植物，就好像那个阳光照在那个稻田上面的那种感觉。OK， 老师，这是你多久前看电影？我发现你涉猎很广，你连伊朗的电影也看呢。很久，这很久，这电影很久以前，20几年前有。OK， 对，好。那你刚刚那个画面，我近期比较能够感受到，应该是那个 Gladiator 那一片叫什么？神鬼战士。他最后回家乡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已经死了啦。他已经战斗而死倒下了。可是他最后的，人家说你死亡之前会把所有一生画面都走过一遍。那他走过那个是他回到他家。去看他老婆跟儿子的时候，也是用手抚摸了这一片那个稻田、麦田。OK， 好，那 Cindy 呢？你的一开始的感觉就是很清爽。对。然后像他这支香水，它其实是在讲，就是他这个街管道街21号，它其实是就是这个品牌，它在伦敦旗舰店的。店址的名字，那我觉得他想要呈现是那种比较，那种清爽的味道。然后我闻到的现在就是
那种草香，还有清新的果香，像可能有一些香橼啊、柠檬或是马鞭草跟葡萄柚这些香气的那种很综合的、很清爽的味道。对，那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薰衣草，但是我目前是还没有到很明显的，就是不是那种很刺激的薰衣草味的那一种薰衣草，它是比较柔和的草香带出来的那种薰衣草的味道。那它在香料表里面写的是香橼吗？是吗？没有特别写香橼，他没有特别写香橼，因为香橼为什么会直接说香橼，反而不是说这个柑橘调？因为柑橘调其实如果仔细去细分，还有蛮多种不同类型。那香橼它是比较有一点带着绿的这种酸，对，带着绿感的酸气在，有它那个酸爽的那种气息在里面，让我想到有一支曼斯拉的香橼，是不是？那也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味道。好，这一支适合在什么样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会是好用的季节来？我觉得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哦。尤其像现在台湾大概只有大概3个季节都是夏天。对，所以我觉得冷的时候不太多。对，冷的时候不太多。因为冷的时候你要喷它，你也是很享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在炎热的夏天，你在喷它的时候，哇，你就好像喝那个很清爽的那种柑橘类的那个饮料一样。西西里柠檬。对啊，我突然好想喝西西里，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喝了。真的吗？没有甜度的西西里柠檬。不行，那太酸。我们刚刚来路上不是还在聊西西里吗？对啊，我觉得它的那个酸爽度可以媲美啊。对，是。好，那这一支有没有让你们联想到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职业的人适合这一个？职业，酸爽，好，可能你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没关系。那我们先讲，还没，我自己还没反应。所以问别人比较容易了，对。那我们讲一下，什么场合你会用这一支？好，我先户外的场合，户外，对，或是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除了说我们喜欢木质嘛，而且我们大家会分的，大家谁喜欢花香调，谁喜欢木质。除了木质之外，我觉得最常使用的就是比较偏类柑橘调的香水，这是比较属于那一类的柑橘带绿感的香水。那我觉得这样的香水，不管说刚刚老师讲的夏天很热的时候，或者是我其实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喷这种味道，因为会有那种反差感。因为冬天会有那种很就是比较沉闷的感觉，但你喷这个，你就会觉得有那种舒爽的感觉出来。是，对，因为台湾其实是比较潮湿的嘛，它不像欧洲，就是冬天的时候也很干燥，但是在比较潮湿的冬季，你会觉得说这样的香味会让你比较有清爽，比较不会那么沉闷的感觉。对，所以这样的味道可能就是比较类似户外啊，或是说你想要让心情比较明亮的时候，是让那种烦闷感比较降低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香水。OK， 好，那老师嘞？老师边听你讲，脑筋边在转这样。因为我会到说，他觉得冬天可能会比较沉闷阴暗那种感觉，可是我反而很喜欢那种很阴暗、很沉闷的感觉。对啊，所以每个人使用的，他喜欢这个味道在身上表现，因为有些人是喜欢，所以说我想要沉浸在这样的沉闷感，就是那种比较内敛的感觉的时候，这种比较黑暗包围的感觉，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气氛的。我想不太到，想要用这个来，想不太到什么地方不适合。对，它就是都 OK， 真的很百搭。因为就像他讲那种类柑橘的，你很难讲，因为它又不是那么完全的很柑橘，它也不是那么纯柑橘，所以它带了一点点绿意，一点点的木质，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你要逛菜市场啊，你要出去玩、上班，谈公事，好像也都 OK， 都可以。而且它现在中后调开始走香根草的感觉出来了，有，所以它这个绿感，加上有点稻草的味道，又开始越来越窜出来了，干净。好，来，那
我现在这一支就如同老师一开头说的，这一支的持香跟它的扩香是出了名的嘛，对吧？而我相信它后面还会有变化，因为就在我们说的过程，它也已经在变了。对对对。待会回头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支后调。好，回头见，拜拜。拜拜。拜拜。管道街21号后调，老师这一支后调，就后调是很好闻的那种，有点像香根草，可是它的香材表里面好像没有香根草，没有写，但它有那个冷杉树脂的那种，我觉得就是那种天然的木质香气的感觉。我觉得对，很舒服。这让我想到外公外婆的房间的味道。我刚刚浮现了一个画面，是一个阿公坐在他的那个他们家那种古时候房子长形那种房子，不是有天井吗？然后他坐在那个藤椅上面，然后躺在那里午睡的样子。蛮 chill 的呢，就是那种古代的。对，就因为那个天井其实不会很亮，但是就是淡淡微微的自然的光。对。然后呢，躺在那里午后，其实因为那种天井都很凉爽。然后配上坐的那个藤椅木椅，你就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对，这一支其实很有那种复古怀旧的风格对不对？就是老式的这种房子，砖瓦房，只有1层的左右，这样1层2层这样。好像老师说的，如果那时候是个豪门的话，可以还有天井，大概可以盖到3到4层。对，但是这个老旧斑驳的这种气氛，是有在这一支味道里面展现出来的。Cindy 呢，你的看法如何？我觉得是后调啦，因为前面的话它还是蛮明亮清新的。对啊，但后调就比较偏，我觉得比较偏男生的那种父骑香调的那种感觉出来。对，但是也有带一点清爽的木质香，那带一点微微的甜润感的感觉，有一点那种甜香。对，但是这种它的变化其实跟前面其实落差是蛮大的，对不对？跟前面我们一开始闻的时候，感觉好像是2支不同的香水，怎么会前面是这样走？香味的变化其实这真的蛮大，就是前中后的。我觉得它走的时间线是还蛮长的，对不对？是，那因为老师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有聊到说，这一款是这个调香师要表达的是，他想要表达他在小时候对那种就是薰衣草的一些记忆的回忆的那种感觉，但它香调其实没有特别去强调薰衣草，但他是想要呈现出这种可能薰衣草的那种大自然气氛，像前调我觉得比较有那种氛围出来，就是你刚刚说那种就是摸过那种到麦香的那种麦草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他摸的是薰衣草，我们摸的是这个麦田。对，老师，那你有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吗？我觉得很淡，我觉得没有搭不上。不是我们前面闻到的那种薰衣草。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它那个前调的那个，它混合在那个果香里面。你刚刚讲的那种像我觉得那种好像那种很大自然乡村里面会有的那个气味，然后他把那个薰衣草，我觉得应该是它浓度调得很低，我觉得应该是有不然后面不会那种我中间一度的那种还蛮复奇的那个感觉会出现。是 OK， 好，那这一支2位有没有想到职业了？在中场的时候，还是完全没有想象？有想到是一个在三温暖的工作人员。三温暖，一般我们对三温暖的感觉好像都是比较，可能我们这边附近有一间很有名的天龙三温暖，感觉都不是很好的新闻才会出现的时候。真的有什么新闻？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不是现代三温暖你去想，如果是像日本那样子的泡汤的地方，里面那些问奖啊，是他如果身上带了这样子的香气，我觉得还蛮适合的。OK， 日本的问奖
就是他们那种泡汤有没有？对，汤屋，啊然后它身上带有这样子，因为前调会有那一点那种绿绿的香气，然后那种带一点你讲那种米香茶香一样的那种氛围，哦，OK，然后后面这个木质感就跟他们那种汤屋非常的搭。哦，了解，好，来，那 Cindy 呢，有什么职业想没有象吗？特别想到什么职业。对，好，没关系，感觉就是很百搭。对，应该是说我觉得他很适合各种职业。 OK，对，所以不会特别说这个好像特别 for 哪一个职业了解使用这样子。好，那这一次我必须说，如果你是看了介绍，然后说这个是调香师他对薰衣草小时候的感受，把它模拟出来的话，那以这个方向前进，你可能会失望，因为老实讲，我没有闻到薰衣草了。好，那所以如果你要闻薰衣草，我坦白说，就目前为止我是没闻到，老师可能只有一点点。对，那但是如果纯欣赏这一支香水的角度，是觉得是不错，是很怀旧的，很有那种古意啦，人家说古色古香的这种怀旧的味道在。那老师你会给他几分9.7， ？9.7，还不错，蛮喜欢这支。OK，那 Cindy 呢？你给他几分9.6， 9.6，蛮靠近的。那我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方向。如果你纯欣赏的话，我会给它稍高一些。但如果用薰衣草下去定调的话，那我可能没办法这么高了，因为我就是没有闻到啦。好，所以还是必须说出实际我闻到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2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支，名称叫做管道街21号。管道街21号。好，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谢谢 Podcast 的朋友，下次见，拜拜。拜拜。